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从余荫山房出发，开始我回程的骑行啊。就这些公园啊，其实是以前的私人的古宅，原本呢都是值得进到里面去看一看的啊。但是骑单车呢，它是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。那我想以后改日再来吧。那我现在呢就悠哉的顺着余荫山房边上的这条骑行小道，随意的周围逛逛，然后呢就骑回家去。从这边呢，我可以看到啊，对面那些棕色的很多的房子呢，这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国际校区，因为以前从那边呢经过过。余荫山房呢，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我记得好像是一位当地人姓邬的一位人士啊，他们以前也曾经是读书做官的这么一位人物，建的自己的家，经历了很多代啊，总算呢还得以保存下来。我上在南村市政府边上的一个广场啊，就曾经讲到一位姓邬的人士，是当地的一位先贤。那我相信呢，可能跟这个余荫山房应该是有关联的。可惜呢，中国经过战乱、朝代更替，加上革命啊，就那种贵族世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。虽然说中国的文化呢，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啊得以延续，但是那些世家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踪影了。很多这些世家的后代呢，都流落海外，或者呢就没了踪影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这条小路骑出来啊，眼前看到的呢就是华南理工番禺校区的一些房子啊。眼前的这个房子，感到这个校区建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看前方呢写的是市桥迎宾路方向啊，那我就顺这条道走一走。番禺这边呢有一个岛叫小古围岛，因为四面环水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安静的小岛，所以呢就被广州市规划为大学城所在地啊。结果广州知名的10所大学呢就分割了岛上的土地，而这个小岛呢，现在大家已经不记得它叫小古围岛的名字了，只知道大学城。现在交通也方便了很多，有了2条地铁、2个地铁站啊，所以呢，在它的周围啊，原来没有入驻的这些学校，比方说广州医科大学、济南大学等等呢，就在它的周围啊，也圈了一块地方，建了一些新的校区。来到这种城乡改造的地方呢，只有2个字啊，就是混乱，交通混乱啊！你看这个马路上摆的各种车辆满满的，明明是骑行道呢，也被这些车辆随意的停放占道。
现在呢，又来到了信业大道上了。上次骑行过信业大道的一段路。看到这边呢有一条市心路，应该可以去到金山大道。那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从这边直接上金山大道去呢。现在呢，我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啊，看看能不能连到金山大道。这边现在还有个科技贸易职业学院。一转眼呢，我就见到了七星岗公园啊，看看能不能到里面去转一转。以前还专门到这边来骑行过的。这里写着电单车不让进，但我这样的自行车应该是 OK 的吧？一进门呢，就是一个小孩子游乐场。正对着呢就是一个湖，就这个公园的湖啊，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建了一些仿古的桥，感觉景色还是相当不错。好，我就在公园里面借道走一段吧。这里呢，完全就是当地政府建的一个市民的公园，但是这个公园我觉得建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
我上一次呢已经在里面完整的走过一段了，今天只是路过一下而已啊，就不做重点介绍了。所以南村政府呢，还是相对而言啊，这番禺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城镇，所以它还是有不少的余钱，为当地老百姓增加一些福利，包括建这样大规模的休闲式的公园，还有它边上的体育的设施。所以改革开放的时候呢，有一句名言，要致富先修路啊。但现在呢，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要留人，好环境啊，就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才能留住人到这边来居住生活。现在呢，骑出七星岗公园啊，前面是个停车场。我记得上次我就是把车停到了这里。这边呢也有一个小湖，或者叫一个池塘。我上次专门还进到这个山上去走了一圈啊，但是无路可走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在这边找路回去吧。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这样啊，骑个单车，在能力、体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啊，随处逛逛，看到那些有趣的地方呢，就多停留一会儿；嘈杂路段就快快通过。像今天呢，就是骑着我的小单车，一直骑到南村的余英山房，然后呢，又来到了这个七星岗公园。这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一种体验啊！就你骑着车可以到处走走，我觉得本身就非常不错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吧。而且在这种乡里乡亲大家聚集的地方啊，大家也没什么讲究的，就是你可以很随意，你如果愿意呢，也可以和当地人呢聊一聊，或者在他们的跟前啊，看看他们的一些做的事、生活的一些方式啊，我觉得都是不错的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片这个草地啊，我看这个草地上面开的一些梅花，你看这些梅花啊，还是开得很灿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不是很多。更远处的呢，有一株巨大的红棉树，整个树冠都是呈现鲜红的颜色。好，那我就准备在这边骑回去了。前面呢就是我说的南村这个体育场的入口了。这个体育场呢也非常的大啊。
好了，一块电池告罄，我换了一块电池啊。现在准备从这个七星岗公园呢找路回去。这边呢叫南村镇体育中心啊，有田径场、足球场、篮球场等等啊，设施还是非常的完备。现在呢，我就拐到了金山大道啊，和这条马路并行的呢，就是高架上面的广台高速。这边是金山大道中，我就要从这边呢骑回去了。看来这边还做了专门的骑行道。在这条金山大道上啊，中间的之前叫广明高速，现在呢延伸到台顺那边去了，变成了广台高速。我们是看着它慢慢建成的，也建了很多年啊，但现在回过头来望望呢，又好像也没有很久以前。而且这条道啊，就在七星岗这个地方和南沙港快速呢连通了。刚建成的时候呢是要下了高速再上高速，但现在的话呢已经可以无缝连接。这一路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些花场、农庄、农家乐等等啊。但从这边呢我还是第一次骑车回去，我就看看这路上的风景到底怎么样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它还是有一条骑行的小路，跟外面那些车水马龙呢有所区隔，稍微会安全一点。右侧桥下的呢就是南沙港快速啊，就跟这条路是十字相交的。经过了非常狭窄的一条步行道啊，总算骑出了这段难骑的步道。
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有很多的农庄啊，闲着是闲着啊，到里面去逛一逛。你看啊，这就是当地人经营的一些农庄，可能也会有一些民宿吧。其实呢，就进了村了啊。这就是一个村庄的入口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，我就还是往外骑吧。好，继续回到金山大道上，通过一个加油站。骑到这边呢，我就想停一停，看一看啊。你看啊，这个边上有很多水泥的抑制板，这些呢看来都是隧道啊需要用得到的材料啊。现在全部都是设计完以后啊，有这些设备啊，统一的来输出，就按照这样的尺寸，然后运到工地里就可以组装了啊。这也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些工程技术啊，有了很大的提升。这一路顺着金山大道边上的步行小道骑了过来，相对还是安全一些啊。但是这边呢已经快走到潘邑大道了，我觉得。感觉我错过了一个出口，但也无所谓啊，到前面找地方掉头吧。
现在呢，我骑过了番禺大道啊，其实是掉个头，做了一番无用功。其实刚刚在前面呢，就有一个路口啊，是可以拐弯的，但被我错过了，那就多骑一会儿吧。好，现在我脱离了外面车水马龙的大道，骑进了这条村里啊。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些民居啊，都写着大大的拆字。那这一片呢，全部都要拆除，又要搞开发了。看来这片拆的范围很广啊！你看左侧这一大片已经拆得干干净净了，而且这条河道的右侧也都是写上了拆字。看来这片地方全部都要拆除了。这对当地这些农民们呢，盼星星盼月亮的，应该也算盼到了头了。但是呢，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家园，应该也会有些遗憾吧。这也就短短这么几年时间里面啊，这条村庄呢，我以前来过好几回了，但现在呢，面临着全面拆除的状况啊。好，现在骑出了这个马显彭庄啊，这3个姓的一个村庄。现在呢，骑过星光快速的最后的这段路啊，对面的就是懒塘村了。现在呢，来到了义库这块商业区域了。这条路呢，就是东义路。前面呢，骑出去就是市广路了，边上就是祈福新村。你看啊，这种区块呢，以前啊也都是农村地带，但是随着城市的开发，
一栋栋的居民楼啊、商业楼宇拔地而起，然后这边呢就多了很多的商业，也有很多配套的学校啊等等，就变成了一片新的城区了。又回到祈福了，右边呢就是祈福交通中心啊。今天这段骑行还是非常的舒适，一个呢是天气好啊，10几度的气温，基本上不出汗。第二的话呢，刚吃了中午饭不久啊，正好消消食，有一些能量需要释放。另外一个呢，就这个车的状况相当不错啊，可以变挡，这样的话呢省点力气。每次骑到村里的这条大道呢，就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。确实也是啊，骑过来的这些路啊，上坡下坡，路上车多车少等等的都已经在后面了。现在呢，只要再骑几分钟就回到家了啊，所以这是最美妙的时刻。好了，已经骑进祈福新村里面了啊。老规矩，就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结束今天这一段畅快的骑行啊。我会适当的挑一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观赏，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，拜拜。